大约在1000年前，4名神秘的使者从大溪地航行到了夏威夷的 Waikiki 海滩，而令当地人十分诧异的是，竟然无法分辨他们的性别。4人身形高大，嗓音低沉似男性，却又举止优雅，语气温柔似女性，仿佛雌雄同体一般。他们自称为马户，个个精通治愈之术，此行的目的就是帮助大家摆脱病魔，并且传授神奇的按摩手法。当4位马户完成任务准备离开的时候，他们决定将自己的治愈能力永久地保留下来，于是请岛民从远处挑选并运来了4块巨石，然后举行咒语吟诵仪式，慢慢将自己的内力输入到石头中去，最后随着能量的转移，马户们也消失得无影无踪。从此这里就成为了岛民的治疗圣地。几百年后，欧洲人来了，他们开始大兴土木，4块生命之石也被埋入了地底。1905年，一个苏格兰商人在修建海滨别墅时发现了它们，可没过多久又被埋入了新建的保龄球馆地基中。直到20年后球馆的拆除以及海滩的恢复，4块石头才重见天日。今天它们被安放到了檀香山海滩公园的一个小围栏里，并以当年4位马户中为首那位的名字命名为卡派马户，不断提醒着人们这段非凡的故事。而这部动画短片的导演正是如今著名的夏威夷马户库姆希纳，一位跨性别倡导者，也是半个中国人。那么马户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呢？本集就让我们前往4个神秘使者的家乡大溪地，去了解那里的第3种性别。从上一站的萨摩亚一路向东出发，途经今天的2个岛国纽埃和库克群岛，便来到了波利尼西亚大三角的中心法属波利尼西亚群岛。其中最大也最著名的地方就是大溪地了。除了自然风光及其原始秀丽以外，性别文化算是这里的一大特色。而且让人类学家非常着迷的是，当地似乎男女不分，女人们都有点阳刚气，而男人们又有不少女性气质，甚至还有一种介乎于两者之间的性别，称为马户，意思就是中间的。这种第3性别形态其实在波利尼西亚文化中广泛存在着，比如汤加的法卡雷提、萨摩亚的法法菲尼等等。他们虽然出生时是男性，但慢慢又会流露出女性气质，然后在父母的帮助下，从此举止打扮都以女性角色来培养。他们通常看起来姿态优雅，性格也温柔至极。其中一部分人发誓保持贞洁，而另一部分也并非所谓的同性恋，相反，与之发生关系的往往都是异性恋的男性。不过这些人却不像在很多地方那样备受歧视，反而被岛民们普遍认同，甚至得到了高度的尊重。因为当地人觉得马户一定是某种雌雄同体、男女兼备的形态，可以穿梭在两性之间，拥有着普通男女不具备的第六感，以至于相信这种能力可以用来为人驱魔治病。所以古代的马户们经常会出现在重要的宗教仪式中舞蹈唱诵，甚至会在一些禁止女性进入的场所扮演相应的角色。可以说他们是一群能力超群、知识渊博的智者，作为部落文化的守护人，不断将古老的智慧传承下去。这么看来，动画中的4位高人为何具有神力也就不奇怪了。1767年，一群从大溪地返回欧洲的英国人向公众宣称，大溪地简直是一个最接近天堂的地方，那里的岛民更是一种高尚的野蛮人。100多年后，离开梵高的保罗·高更大彻大悟地认为，所谓华而不实的艺术其实是剥夺了人们最直接的情感表达，只有融入到纯粹的环境中去，找到野蛮人一起生活，才算追求真正的艺术。于是大溪地便成为了不二选择。1891年，高更首次到来，同样惊讶于当地的男女不分。不过有意思的是，由于他当时那身华丽鲜艳的衣服，反而被岛民认成了马户。此后，高更待在这无拘无束的天堂，成就了他一系列开创性的画作，原始主义流派也由此诞生。其中马户就经常出现在他的作品中。可以说，如果没有这些肩膀宽阔的女人，高更的绘画灵感可能也会大不相同。与此同时，前来的传教士们却被这种大逆不道的第3性别所震惊，立刻颁布了迫害马户的法律，将他们定义为同性恋者，并送到新卡里多尼亚监狱服刑苦役。从此，西方人将自己的道德理想强加给了岛民，马户也被污名化。大溪地和夏威夷的传统文化都受到了严重的破坏。1960年代以后，更是受到了法国文化的影响，马户被妖魔化成了一个新词 Riri， 这是一种有异装癖好、通过手术变性的身份符号。这2个词至今都在混淆。然而，尽管经历了200年的殖民与镇压，今天的马户依然在这些岛屿上受到重视。
与早期不同的是，他们90%出身卑微，但却不会由于性别而被区别对待，因为大家更看重工作的成就。马户似乎天生有一种特别的共情能力，并且乐于助人，这让他们能够胜任一些照顾老人和儿童的工作，以及表演唱歌和舞蹈。同古代一样，继续作为传统的守护者，将本土文化传承下去。有一本今年出版的新书，叫做《发明男性气概》。作者提出，男性气概并非是与生俱来的，而是根据后天环境做出的一种反应。最典型的就是男人在竞争环境中需要充当保护者的角色，这个使命始终在鞭策从古到今各文明的男性们，保护着自己的家庭和族群。从这一点来看，国家想要强大，男性气概就必不可少。可如果这不是天生的，那就意味着男性气概从幼年开始就会受到成长环境的影响，很容易被削弱甚至丧失。由此可见，当前打击娘炮文化也是在情理之中的。另外，相比西方普遍崇拜的硬汉形象，东亚地区却在不断推崇着阴柔之美，这是否真是一场阴谋呢？同样也值得我们深思。最后反观物产丰富、与世隔绝的大溪地，男性气概的作用似乎在这里难以施展，于是马户那样的身份自然也会得到更多的包容。其实，在我们的生活中，马户并不少见，但他们不是公众人物，也没有影响到任何人。那么我们又是否可以多一些包容呢？毕竟还是有些人生而不同。感谢关注、转发和留言，下一期我们接着北上，前往夏威夷群岛。